伤口是一条非常整齐的直线。邻居都说，这位大爷喝酒之后总是拽着狗狗的耳朵在地上摔打，这伤口或许就是在这过程中被拽掉的。志愿者想向大爷询问具体情况，大爷本就对陌生人贸然上门感到非常不满，现在问到这些敏感话题，他更是拿起扫帚直接赶人。志愿者只能先行离开。第二天，志愿者再次上门的时候遇到了大爷的老伴。当被问起狗狗身上的伤口时，大娘神情明显一怔，随后说这是狗狗外出玩耍的时候被过路的摩托车碾伤的，耳朵也被碾掉了一半。志愿者对大娘的话产生了质疑，狗狗身上除了耳朵少了一块之外，根本没有明显的外伤，并且没有包扎的痕迹。他想继续向大娘了解当时车祸的细节，大娘却闪烁其词，还说当时有不少邻居都见到了。邻居们却不愿意给他面子，直言自己根本没有见。大娘也急了，口出狂言说狗狗现在就在村子里的诊所，如果不信可以去问问医生怎么说。让志愿者没有想到的是，医生也一口咬定这伤口绝对是被摩托车碾压后留下来的。志愿者这是在质疑他的医术，并毫不留情地将志愿者赶了出去。从大娘和医生的态度来看，狗狗耳朵上的伤口并不是碾压造成的，这其中另有隐情。从狗狗耳朵的受伤情况来看，伤口处是一条直线，更像是被剪刀直接剪掉的。真相究竟是什么呢？可怜的狗狗耳朵被剪掉了一半，时不时遭到殴打。狗狗的主人一口咬定它耳朵上的伤口就是被摩托车碾压导致的，这和邻居们的证词完全不符。正当志愿者准备深入调查的时候，一位女同学告诉我们，她亲眼目睹了老人的施暴现场。当天她在回家的路上，远远就听到了狗狗的惨叫声，走近一看才发现老人又在拽着狗狗的耳朵在地上摔打。周围的邻居想上前阻止，却遭到老人的辱骂。将围观人群驱散之后，老人拿出一把剪刀，直接将狗狗的耳朵剪掉。当天老人正处于醉酒状态，这位女学生的话让现场的人十分痛心。可怜的狗狗不知道经历了什么样的痛苦。志愿者再次上门找到了老人，老人说自己在这只狗狗3岁的时候就将它带回了家，将它养到这么大，怎么可能虐待狗狗？面对邻居们的证词，老人更是口出狂言，说要当面对质，而老人的妻子却道出了实情。确实如外界所说，老人经常酗酒，家里除了这只狗狗之外还有另外一只小黑狗，他们经常遭到老人的毒打，小黑狗更是常年被铁链锁在角落里，没有自由。老人只要一喝酒，就会将生活的不满撒在2只狗狗身上。大娘的话让人愤怒，志愿者好说歹说，大娘终于同意让志愿者将2只小狗带走。志愿者和邻居们一起将2只狗狗送往了宠物医院，希望它们能健康长大，遇到真正爱它们的主人。